好，我们现在把声音打开喽。那刚刚大家没有听到垃圾话，也不能怪我们，但实际上没有讲什么。结果我手机也跟着开了。好，好，你看什么直播主、不是这样子讲啊！我今天一整天各种各样的烂事我都没讲。各位，你现在如果进去点直播看，方恩格看到没有？我的 AI 坚持你长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啊，我正常都是输入我跟方恩格律师对谈，但他就坚持说啊，我认为这个 Ross 是长这个样子啊，我已经修正2次修不掉，我回去再帮你修。我回去再帮你修，但是你不是有一大堆我的照片吗？有，我都输入了，但他今天就叛变，好不好？他今天就叛变，我不知道怎么搞。各位不用担心，回去呢就会自己修正，我会重新再做。那因为方恩格显然他在网络上搜寻没有搜到你的长相，我们先讲，各位，这个 Ross 今天给了我一个他新晋合作的对象，是一个资深记者，叫做。我不是给你打中文名字吗？我就记不得，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了，好不好 ？Wendell Minnick， 你也不记得 ？Wendell Minnick 的 Substack， 对 ，Substack 他是资深国防记者，在台湾很多年，他在西方很流行，就是大家有自己的这个记录跟自己的会员什么等等的。那Ross 这一次呢，合作写了《汉光3部曲》，是不是？只有3部吗？Trilogy 还是已经是个第四部了。好。这个要跟大家说，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会跟这个有关，但是 Ross 可能不能理解叫严文德啦，对 ，Wendell Minnick， 对不对？但是现在要翻资深国防记者，那你们美国都已经改名，是不是他要翻资深战争记者？对不对？这个 Department of Defense 跟 Department of War 这可是不一样的状况。他不是 Department of War 的员工。OK， 好，那我们先讲啊。今天呢，是从方恩格的那个挑剔开始讲，因为国防部跟义美联名出了小泡芙，然后我们的赖校长呢把它送给美国众议员，但 cream puff 在英文里面是不叽不叽，是一个软不隆咚的软脚虾。那所以我们就请 Ross 跟大家解释，到底有多么的不了解美国文化才会这样做。好，有从泡芙镜头前大撤离讲到背步枪炒菜的伙房兵，所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啦。但是我们还是有定场诗，我每一集 AI 都会写定场诗，让我先念诵一遍，叫汉光锣鼓震九霄，炮服带盔上战袍，镜头夜半送元首，步枪炒菜逞英豪，扬笔隔海交蓝绿，站稳脚步驾马高，末位磐石成色己。账单终究谁家掏？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场 ，Ross Feingold。好，我们认识10年，是，但我还不知道这么念。我以前还念 Rose 嘞，你先讲，我已经有进步了，好不好？至少第一个字念对，Ross Feingold， 不行 ，F-I 就像 F-I-N-A Feingold， 好。这个他在台北职业超过20年哦，犹太裔，看过台湾从李登辉到赖校长的每一任政府，他看台湾的角度跟本地最大的差异是他不欠任何一边人情，实际上是台湾欠他人情，所以他的说法是这个动作合不合理，这个钱花的有没有道理。那这个月呢，特别介绍升级了，他跟严文德 Wendell Minnick。Defense News 前亚洲局长，跑台湾军事新闻跑了20几年的老记者，在 Substack 上连发了到现在4篇，那个汉光观察署名合写，标题一篇比一篇狠，但台湾没有很多人知道。你怎么不贴你自己脸书？有啊，也有啊。你脸书发文实在太剧烈了，我追不上啊，好不好？我追不上。来，这个，所以我要讲最近今天我脸书的。讨论的对象，一个是杜奕瑾，杜奕瑾不知道为什么要攻击他另外一个是陈时芬，对，好，那你每次都找这些小人物啊，但我们不要骂人家小人物，我先介绍完，因为我不会告你。那小人物怎么告我？告啊！我觉得你小人物怎么样不行，是不是要送我去坐牢？是不是不好意思做过了？
来，这个他的前3篇汉光观察标题一篇比一篇狠。台湾军方承认自己是船脚虾，撤离赖总统，午餐结束拿起你的步枪，这个每一个都有它的源头跟背景。那我个人包含了对岸网友一直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会 War Game 里面有个重要的条目，重要的想定叫做 Evacuation of our President， 这个事情很奇妙，但我们等一下再讲。那这个，所以这还没看过这3篇的各位啊，因为作者本人亲自导读，所以我们先问一个总的开头。你跟严文德这3篇呢、实际上4篇，第4篇你刚才出来，我来不及抓了。一篇写点心，一篇写撤离，一篇写便当。为什么你们10天9夜军事演习写的都是不军事的东西，而且2篇是吃的东西？巧合而已。好，我先讲，那不然而且说实在啊，很多东西是国防部要我们，是他发出来的，我们一般要我们民众看了，所以其实起点 starting point 就是由国防部来决定了，因为他们内部的考量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这是他们内部的。但是，他们每年汉演习，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他们有一些特点要给大家看。他们认为他们这是重点，认为国际友人应该要看，他们自己觉得。对，我举一个例子，从去年开始，今年一样，跟以前不一样，是给我们看很多他们在台北市捷运的演习，今年也有宪兵运刺针飞弹。那我真心不懂，这个想定是解放军来打你，然后结果他如果要空机降，各位，我当过兵空机降最重要的地点是在淡水的那个高尔夫球场。就是那个山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你没必要就不要去啊。因为我以前防守那边，我们的固安作战计划要在那边防御解放军空降。他空降之后，从那边步行，或者他连吉普车都降下来，直接就开到北投机场，就是我们的捷运机场，就可以控制整个捷运了。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宪兵还在那边运刺针飞弹的话，我直接把你的车关起来，你就卡在那边，就出不来了。其实这部分我去年也提这个 question， 我今年一样是很好奇。好，那假设街头上交通乱七八糟，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跑去哪里，对不对？解放军快来了，那宪兵不得不用捷运来运武器或人力等等。但是我真的是很好奇，捷运系统的驾驶员等人士。真的会来上班吗？应该说他会不会赶快下班？你不要说特别赶来上班，我不抱期待。但我觉得是他们只要一弄，早一站停下来，人就走了。但是那重点就是宪兵也是要受到这个训练，怎么开？他们是开对，你这个专业就是照说，我国的所有部队，如果民用运输是一个关键的话，你应该学习怎么接管。对，那。但是他们没有给我们看这个画面，我们要看宪兵开。我不认为有我的意思说他不是不给我们看，我认为他想定没有写，因为我们的兵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我们都是那个征召的嘛，我们是这个义务役啊。宪兵不一定啊，没，还是一样，绝大部分还是一样的。但是你要记得，宪兵基本上是简单来说是分两种，尤其是在台北市，对，因为宪兵在台北市宪兵单位是有 combat training，对不对？对，那些人应该不是征召的，征召的是比较做军法方面的或做军事基地的相关的 security 之类的。但是做 combat， ideally speaking, you are right。理想上讲 ，combat 是签约是 Theoretically 跟 realistically 就是理论上跟真实有一段差距，但我们不要回到重点，就是我不是批评捷运不能用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特别要批评捷运员工了，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万一解放军已经接近台北市，那我相信上面街头了，可能真的会乱七八糟，人家都一定的跑来跑去，不知道跑去哪里。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真的会有人捷运系统的员工会说：“好，没关系，我会继续为了帮宪兵，我会继续帮他们开车。”我真的是 I doubt it， 我有点怀疑。对，所以那就如果宪兵真的有这个想法，会用他要接管，他们真的要学习怎么对。但是我们必须要讲，网友常常会讨论，我们就会跟他讨论。Eric Liu 说，一开战捷运就被炸掉了。以绝对优势武力的接管来讲，他干嘛炸掉你的基础建设？他就让它正常运行，他只要占领了北投机场，把它控制关掉就好了。但是这个对不起，我可以插说一下，请讲。这个有我还没有写文章了，但是这个有设限。今年我刚刚说了，国防部有特别要给我们看到。那你怎么没去看？那另外一个是刚5月份刚开通的丹江大桥，他们那边也有演习，你有看到这个？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他的演习很妙，那真的有点，我不会说很妙，但是我承认是有一点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有关闭单向，对，没有双向，对，所以还是如果你要从淡水开到对面另外巴黎方向是可以继续开。那从巴黎往台北是那个晚上是有关闭，但是他们按照国防部的说法，他们就派工程工兵，他们就是有演习关闭交通而已，对，就阻拦解放军的车辆过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派 combat troops 来在丹江。因为有一个想定是说要炸掉丹江大桥，那这个也要演习啊。是，如果你真的要炸掉的话，那我也有跟一些专家也有讨论这个议题。那部分的我请教的专家说，很有可能第一时间解放军就自己会炸掉。应该这样讲，解放军如果能够占领淡江大桥的话，就不会炸掉。我也是这么认为。他们有这个有通车的需要，对，因为他们有运输的需要嘛。对，所以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有国军要炸掉。所以他们就有派工兵来演习，没有派 combat troops， 那就表示要炸掉啦。我不知道 Engineering Corps 就是负责炸桥的啊，但是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没有演这部分啊。因为他们就是演阻拦交通而已。但是其实我真的最好奇的部分是，因为丹江大桥是5月份才通车的，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在通车前说都已经好了可以通车？但是大家抱歉，我们不得不延后，为了要演习。对，我们现在5月份做演习，我们要说要等到8月份才通。你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好，如果真的有所有的工程都完毕了，可以通车，那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候说好？对不起，我们要先进行3天的军事演习，这个是预先，大家都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预先，毕竟已经等很久通车，那如果再等3天，为了军事演习，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抱怨，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没有在通车前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演习，而且完整双向封锁，对吧？因为你说我说还没通车的时候就可以，对，合理啊。不是我跟你讲，今天。我本来要跟方文革，我要笑他，因为今天鬼门开，你知道，所以我要笑他洋鬼子，所以好，但我没想到方文革讲东西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现在是8月汉光演习，那你的完整封锁淡江大桥是可以提早到3月或4月还没有通车的时候彻底封锁在演习嘛？那国防部难道怕交通部吗？那这个国防部难道？这个怕美国说，你怎么不演习这个？因为逻辑很清楚，如果淡江大桥要拿来演习的话，它的目的，我国军方的想定就是炸掉它，不可能封锁。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优势进攻兵力封锁它。你看乌克兰的案例里面，赫尔松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基本上乌克兰守军能够做的就是炸桥。
炸桥没得谈了，因为你守不住。那所以今天要演在关渡大桥演戏，那或许他们会演炸掉。让我们再查一下，好不好？这个我觉得方格讲的很有道理，而且刚刚他第一条讲捷运运输呢也很有道理，就是 take over 在暂时的时候要让这个捷运通行，然后要让宪兵可以运刺针飞弹。你首先我们的宪兵要会开这个捷运吧，因为在暂时 civilian 就是平民驾驶员是有理由跟有权利就是离开他的职务的，因为要疏散啊。那结果你今天既然只给人家看，哎，我就坐着我们捷运的驾驶员开车，然后开开心心，我也不防守北投这个捷运机场，这个机场就是总控制中心。我也发现，去年跟今年一样，是给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宪兵带着武器，然后从爬上楼梯。是那他们因为街头上会怎么打自己人？原来解放军已经在加油站出口了。而且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再细看更荒谬的是他穿城市迷彩，对不对？那个灰色的东西，但实际上你要还控制捷运要作战的话，你应该要全身黑，因为你会把捷运的照明都关掉，然后才有机会跟解放军决战。你们都打开，人家是优势兵力耶，我不懂这个想定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先直接讲，拉回来。刚刚有网友讲说，你马上就转贴朱镕基的过世的消息。他刚过世了。我还没看到。刚刚今天上午过世，下午新闻刚公布出来。对，刚光。好，但一个世代大概基本上以经济为主的世代可能就过去了。那他不是台湾的朋友，他也不算台湾的，所以我相信陆委会也不会爱掉他。陆委会嘛，除了坏话之外不会讲。山仔医生讲没错啊，你在捷运站看到解放军的话就差不多了啦。而且我们的捷运驾驶员难道要下车检票吗？说等等，你是解放军，你现在不能来，不可能吧？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如果有支付宝的话，现在已经可以过捷运了，因为我们的捷运站以前还要跳过去，现在不用你扫支付宝就可以过了，好不好？那好，我们先讲一篇一篇的讲。8月5号 ，Taiwan's military admits it's a cream puff。这个是第一篇，就是台湾军方的承认我们他妈就是软脚虾，跟泡芙一样软扑扑。那状况是什么？我们先说明一下。国防部配合93军人节跟义美联名出限定版小泡芙，盒子化还有战车、战机，还有带着钢盔微笑的泡芙，很可爱，很可爱。我跟你讲，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去隔壁买给你吃，就是因为隔壁就在卖啊，隔壁就国防部啊。那这个只在国军福利站32个据点卖，我们这边就有没有人要团购的？跟我讲，青年日报、脸书还很开心的发文说。不多说了，我先吃为敬啊，违法吗？我没有违法，你的意思是你自己去，然后转卖给你的观众吧？没有违法，这个是我们观众自己愿意，我还要加钱卖给他。对，你会加钱，这个不是违法吗？哪有违法？台湾没有这么严格的管制啊！来，好，在听直播觉得这很可爱，义美良心事业好棒棒。来，问题在这里，要请 Ross 跟大家解释一下 "cream puff" 这两个字。在英文母语耳朵里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当初听没有想，你知道我只知道 cream pie， 就好，没关系，我知道是别的意思。那你说 cream puff 这个字有什么问题？的确 cream puff， 这个甜点是有，英文也是有用 cream puff， 对，所以用在甜点上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也好吃嘛。问题来了，你把一个国军一个军队叫做 cream puff 或跟 cream puff 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次是国防部跟义美合作，对不对？对，有这个 promotion。那你说你的军队是 cream puff， 或你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当做一个代表概念连在一起，那其实 cream puff
cream puff 有另外一个 cream I pie changed my glasses。OK cream pie cream puff 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如果你说一个人，尤其是男生是 cream puff，那就是等同他是一个 wimp。就是一个软脚虾娘炮，娘腔的意思。你这样违反 DIE 的概念，既然直接 DEI， 好 DEI， 那你既然说人家娘炮，所以这样子听起来不对劲。其实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很多就是俚语是一种 slang， 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生是 cream puff， 那就是他是一个 wimp， 很娘腔的意思。那很多字典也有说 cream puff 就是一个很难听的词来形容一个同性恋，男的同性恋。对。是不是我们说的熊啊？所以重点来了，在我们西方人的耳朵里啊，你把 cream puff 跟军方connect，我们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一个军方要显示他们是很 tough， 对不对？所以 Warrior ethos 战士精神。对，所以不会我告诉你，美国的西方军方不会跟一个这个 cream puff 做这个不会跟自称 cream puff 的人合作，真的太奇怪。然后呢，赖总统特别送访问的美国众议员这个Young Kim 金应玉特别送给他们这个意美国防部合作的 cream puff。那我相信你又跑出去了，来拉进来。我相信这些美国外宾真的觉得太好笑呵呵。对，那我们这样讲啦，我也查了一下，这个金应玉啊 ，Young Kim 是韩裔立场鲜明的保守派，他是加州共和党籍。众院外委会东亚太平洋小组主席，也就是 Ross 在原文里面有讲说，金英玉看起来比国防部还挺国防，是美军，他是当过兵的哦。台湾当过兵的都是像于北辰这种角色，那人家是带过兵、打过仗，更别提 Hexas， 我们每次叫他贺排，就是贺排长，你知道，也是带过兵的，所以这个。他呢，金应玉还共同提案表彰等等，我刚一下子带错了，不是金应玉是共同提案表彰韩战英雄金永玉，是美军史上第一位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营的有色人种军官。那金应玉不是太兵，对不起，我刚拉远了。那同样的。Hexas 的战争部呢，刚砍掉 DEI， 主打 Warrior ethos， 就是他甚至认为那什么高固酮是吧？那个东西可以打没违法。但是我们自己贴的软脚虾这个东西，好吧，我们是一个客气的单位。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去参加重量级拳击赛的过磅记者会，主办单位送你一件 T 恤，上面印。本选手是纸扎的，我是一个 cream puff， 请问这个衣服要不要穿？不要。所以如果你要做军方，不管是台湾国防部其他的国家，你要跟一个食品公司做一个 promotion 的话，最好不要选 cream puff 啊，比如说要做 steak or something，you know for a tougher person， 那所以金应玉的团队，我觉得应该笑呵呵吧。当然在赖总统面前，他不会笑。well of course，送到这个礼物，当然他们会笑。谢谢总统。我相信他们回到 hotel 或者在飞机上的时候，真的觉得。对，麻烦你们先吃掉，不要带回国，好不好？但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国防部的整条公关产业链，从提案审核到总统把它当成国礼送出去，也就是你今天在国内卖没关系，对，肯定要送给外国人，上面写的还是 cream puff， 那也就是国防部根本没有认真的对待外宾的那种联络官或是判断者，那这个，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个是有疏失，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进。那所以我要追问 Ross。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五角大厦，美军跟厂商联名出一款叫做Chicken Puff 或者是胆小鬼是 whatever 的饼干送给外宾，这会发生什么事？当然不可能了，真的不可能，不会发生了。所以我刚刚说的，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要跟食品厂商有类似合作，对合作有类似的东西的话，那会选一个算是总统军方很有啤酒嘛，啤酒是可以考虑的，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大家不要那么道德观，就是你可以想说开放一点，但是送泡芙其实很适合军方是，比如说类似 energy bar 之类的protein powder， 或者是 Monster vitamins， 对，或者是睾固酮，Hexes 贺牌很爱睾固酮啊。那好，那为什么你这篇文章的结尾又把固力熊 Wellington 拿出来讲？因为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Wellington 是一种牛排，就外面包着酥皮的那个牛排，对，但是里面也不是有很嫩的牛肉嘛，它就是老牛肉啊，就是所以这个 Wellington 一直有一个问题，他本身就不是国防专业嘛，那他是一个 lawyer 啊，律师对国防专业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啊，那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思考。好不好？你特别对金英玉这个很认真的人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啦。但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医美，本来喜欢医美的 cream puff， 那还是要支持这个跟国防部合作的。随便，我还是可以买啊。额外不要送外国人就好了。额外热量这个对我来讲不行。好，来我们讲万军计划这个事情很妙。这个8月8号呢，父亲节哦 ，David Xu 讲的没错啊。我们先讲，我们今天的那个斗内目标是，如果达标，下次就再请方格律师来现场。如果达不到呢？我想办法凑钱。好，这个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啊。每次方格来嘛，斗内比较少，干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坏。然后好 ，David Xu 说有看到他们戴头戴式夜视镜或是热成像仪吗？就没有啊，连个头灯都没有。打仗进捷运站有病吗？因为就跟地震的时候，你不应该特别跑去捷运站或者坐电梯是一样啊。按摩你要进去玩摸茶吗？笑死！进去等着被活埋还是被淹死？对没电的室内地下空间没概念吗？好，但是我们要讲万军计划，因为万军计划一直是我个人也觉得很奇妙、不了解的一件事。我把那个粉丝的斗内。这个先念完，坏掉龙九说，请支持奇多水口脆超级大礼包，担任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 C909 也谢谢你的2次斗内。好，我们要讲万军计划了。那一篇你的文章是 evacuate President Lai， 对，状况我也在解释，然后您再回答。8月5号呢？这个是汉光首页，那这个方格这一篇是8月8号写的。那8月5号晚上这个10点左右，这个宪兵就在我家呢附近在演习啦，就是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那宪兵执行了万军计划，在陆航直升机掩护下，把赖校长从总统府撤到大直的圆山指挥所。据报以前演习过，但是校长本人跟幕僚第一次参与这个科目。那听起来很专业，对不对？但方律师跟严文德的文章把镜头转向了3个大部分媒体没有问的地方。因为我跟你讲，台湾媒体呢，传统上都很客气。哎呀，你让我拍独家，我就不要定你。哎呀，妈的！结果最后真相都没看到，都是我们在那边找。好，第一个画面本身，那个 Russ 在文章里面2个人逐格看了中天的新闻画面，你们看到什么？逐格就是他们的整个撤离，你们有看吗？对吧？首先第一个画面是赖总统，他在总统府大的那个走廊，很慢慢的走出去，一点没有警觉的，并没有不是，你看那个 Donald Trump 当时被有人开枪，是马上压着就带走，那还这么没如果他们内部有做这个动作，我说台湾相关单位跟总统府幕僚、总统本人，这个是没给我们看。
不可能。所以他如果要这样做，他一定给我们看的，所以他是没有做。他们只有要演动作片里面最精彩的东西不给你看，妈是看个屁！他们只有给我们看总统就是很镇定自若，对，就是很慢慢行走 calmly 的走出去，然后他穿一个空军 F-16的 jacket。OK， 他平常很少这样穿的，通常都穿全套西装。其实我很好奇，这是他日常没有接外宾在总统府穿的吗？很少看到，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画面，可能是当天第一次穿。所以就让媒体派一堆幕僚陪着总统。大家也是慢人，幕僚不能跑一下吗？所以我刚刚说没有给我们看任何人在跑的画面。OK， 你不紧张，我们谈笑用兵，羽扇纶巾。那有没有扇扇子呢？没有，是吧？然后下一个画面是总统左上叫什么云豹8轮奖车，拥抱战车，对突然没有穿 jacket 就夹克又脱掉了，换上 body armor， 就是那个防弹衣，沈伯洋去纽约州穿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一模一样的。应该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搞得跟走伸展台一样，脱下来换上防弹背心，其实真正紧急的时候，防弹背心就套在外面了。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那应该是他从总统府大门口出来的时候，咻换衣，好，就是穿上了，好，没关系。那为什么他我不知道谁是做安排应该是总统府跟宪兵国防部协调。我猜是国安管局啦。怎么拍？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他们内部很多考量是要给我们，是他们想给我们看的画面。那为什么总统没有在立面的时候先？他有没有戴钢盔啊？有 ，helmet 有。走出去的时候是没有。上拥抱车的时候有。这个理论会不会有点奇怪呢？就是在外面空旷处，一枪被打到脑袋，危险比较高。等到坐到一个8公分厚或者是5公分厚的钢板车里面，他把这个头盔戴上了。这个 definitely for sure 完全就是给人家看的嘛。所以如果你要 seriously， 你要认真做这个演习，要 practice 总统车里总统是在这个战争情况之下，那为什么在第一时间他没有穿上？应该出来的时候就要穿了。对，你在办公室就应该随时有一套，是好不好？真的。然后所以他上车之后，所以 F-16 的 jack 已经拿下，换成防衣，不知道是谁帮他拿防弹叫什么防弹衣，防弹衣，谢谢，穿上防弹衣上车了。那下一个画面是车队，从总统府开到应该是应该给我们看的是可能是重庆南路的画面。他中文应该走中山北路最快啊。应该不是重庆南路，他走重庆南路要绕道。不是，对，我应该是我中山北路，他们是就往台北车站方向，往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对，这是下一个画面，然后你可以看就在路口有警察交管，对，有做交管，这是下一个画面啊。下一个画面是他们在应该是上衡山不要上车是吧？不，衡山指挥所。不是，现在是从重庆北路，然后直接上新生高架。对，他走高架桥，有给我们看这个画面。好，对，然后下一个画面，高架桥塞车或是炸断，他就惨了。好，没关系，我们继续。通常疏散要走平面道路啊，各位同学。下一个画面是他已经来到衡山指挥所，对，没有给我们看他下车的画面。下一个画面是他已经在走地下道。国防部长已经突然出现了，因为他离开总统府的时候，国防部长没有在旁边了。那部长应该已经在指挥中心那边。是在国防部还是衡山指挥所？这个中间差个大概500公尺有。这个应该不是国防部那边，应该是衡山指挥所。对。所以下一个画面就是总统坐底下道，然后旁边是
部长国防部长在旁边，那就看他们做地下道的画面，还穿防弹背衣。那但最后一个画面，总统坐在位置上，指挥所的位置上，然后所有的相关的政府单位的人士都做好了，就做好了。总统突然那个 F-16夹克又传回来啦，对。所以其实说实在，这个开玩笑不是认真的，是我第一个反应是有一个幕僚真的很可怜，因为总统从总统府从门口一出来，先脱下所有的，然后穿上防弹衣，那有一个幕僚真的要义务陪着总统带他的家属的。His only mission， 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拿衣服。真的，因为总统在衡山那边做地下道的时候，还穿着防弹衣。但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画面里面，我们的国防部长没有穿防弹衣？没有，看他是子弹打不穿，是不是？就是在演习的时候，这个 Secretary of Department of Defense 没有穿防弹衣，干他比总统还要强。而且我跟你讲，有一个说法，民间讨论，总统为什么走中山北路？为什么这么确认呢？是因为那条路一直开就开到你们家 AIT 去了，那是同一条路哦，所以他只是中间经过了衡山指挥所而已。我相信，如果美国要帮总统撤退的话，他不会到 AIT 那边，应该有别的计划，直接就接走了，那就松鸡了啊。还有我忘记了，其中一个画面是在总统从总统府出来的时候，上拥抱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媒体也有拍到，美语老师又是美语老师在那边。不好意思，我们国家很喜爱美语。那我这部分我也有问别的专家，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是。总统要撤离总统府，然后坐车从总统府那边，不管坐哪一个路线，不管坐哪一个路线，要到衡山指挥所那边，其实美国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实质的建议？在旁边看，他们不是本地人，说不管他们来2-3年，也不是很熟悉。他们可能比较熟 pub 我跟你讲，我绝不唬烂。他们最熟的一定是台湾的 pub， 然后最爱去的就是 Carnegie。你为什么说 pub？ 你直接说女生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他们去 pub 还是要去找台湾的女生呐，或者找台湾男生也可以。Carnegie 已经还名。改名很久了。你看我多么没有像你们一样进入这个 human market， 已经6-7年吧，真假的？很久了。那他改名叫什么？我也没有去，你也没有去，你也不知道。方格不是很喜欢那个。我年纪太大了，真的。Anyway， 我很好奇这些美语老师到底会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啊？毕竟这个叫什么万军计划，其实这个计划已经有很久了，很多年了。那我相信相关单位，不管是国安局特勤人士，因为总统的保镖是国安局提供的特勤。其实我觉得这个组织安排，我非常非常反对。我真的觉得他的特勤，因为国安局有其他的任务，对其他的任务。我先帮忙解释一下。你在同一个单位把这个情报分析跟 bodyguard 这个人物，我真的觉得不符合逻辑。像美国的密情局 Secret Service 是专门主要业务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但是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在金融的，就那个 Treasury Bond 或者美金的伪造什么的，那是因为他刚出成立的时候就这样。那方格一直认为呢，国安局的主业应该是情报收集分析，对，那国安局又归国安会管，台湾的国安会跟美国那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国安会不太一样。对军队、国安局和所有安全单位有完整的权利。那方格一直认为这个会出问题，请问这个会出什么问题？那一个国安局长，如果他的 main job focus， 你刚刚说的是情报，收集跟分析，那他真的也是这个保镖任务的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对他来，我觉得对他很不公平。
你给他一个任务呢，好，那你给他公安局长这个情资搜集分析的任务就好了。那为什么在他手下有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物？我真的觉得不好。尤其是其实现任局长他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专业情报。他以前搞外交的，他也不是保镖背景的，那你，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保镖的任务，你可以丢给 shift 到其他的单位，那或许宪兵或其他的警政署，还是有别的选择。我觉得 ，anyway， 好，那我有别的专家跟我说，美育老师在总统府外面，就是实行这个湾区开始撤离的地方。美国人士在那边，不管是他们是美国哪一个单位CIA 或军方等等 Special Operations，不知道，有专家跟我说，其实他们就是观察些报告而已，没有提供台湾方面的一些建议。其实我不相信，我相信，因为我们美国人都很直接，所以我相信那些美国人可能是直接跟台湾相关单位说：“你应该要这样。”啊，他们可能报告交回去之后，别人讲，他们如果是报告写什么，晚上要去喝酒啦，长官。报告要写什么？总统从总统府出来的时候换来换去，我这样写吧。但我想要问你们推测那些人到底是情报单位，还是军事单位，还是民间公司？因为基本上这些美语老师都给我穿那个民间服装，但是你用文的就知道，他都军人啊。那你个人判断，当天现场出现被拍到人，到底是哪个背景？我判断是应该是美国 Special Operations， 特种作战部队。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anytime 有几百个美国的特种部队人士在台湾来台湾做 training， 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有几百个，那3-4位到总统府旁边看这个演习，yeah, that's very possible， 很有可能。而且你刚刚说的，如果发生战争的话，美国要帮总统出去的话，那应该是由美国的 Special Operations 的单位来实行，不管是美国陆军或绿扁帽或者海豹部队，不管是哪一个单位，那应该是 Special Forces 会来实行这个任务了。所以他们应该是 Special Forces。OK， 方格这样讲，我就补充一个我知道的状况。那小弟，内幕来了。小弟在台北监狱呢，有跟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交往。那有从美国回来，在联邦监狱被关了4年，然后回来台湾做 bodyguard 的人，他说那个 Nancy Pelosi 来的时候啊，他就在酒吧里面碰到几个，不止一个，3到5个吧，他没有明讲，因为这个很敏感，是那个Navy SEAL 里面的某些上层，就是那个确实名字我有点忘了，回来有查，特种部队有优先比 Nancy Pelosi 来还要早，先到台湾。那为什么知道？他跑去跟他们这个聊天喝酒的时候，对方很提防就是说好，那你看到他们的那个刺青上面都清清楚楚是什么单位、什么部队。那但是他们为什么来？很简单，是因为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们要撤离 Nancy Pelosi，因为你总不能让那个，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现任议长，是，所以众议员议长。我要告诉各位，不但有特种部队来，而且有 best of the best， 就是护卫众议院议长等级的人已经预先到台湾部署，然后就在酒吧，就是他们就拿个一杯啤酒放在手上，在那边等，没事干，但看起来比较像样。另外其实议长他有国会，因为国会有警察单位了，对不对 ？Capitol Police， 那他们也有提供 bodyguard。那另外美国对不起美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国务院也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啊，
叫做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外交安全服务啊，有这个单位了。所以，比如说美国驻外大使，很多人认为是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海军陆战队就是站在大使馆外面，是驻扎大使馆，不是跟这些参众议员。但是大使，跑来跑去跑行程，在驻在地跑行程的时候，报标是由这个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 提供，就他们可以带枪啦。简单讲，这个你要跟驻在地的政府协调。你觉得台湾有可能挡他们带枪吗？不会。对啊，所以我相信Pelosi 来的时候，除了你刚刚说的特种部队，那也是有他的日常的国会保镖厅里的正常保镖。我也相信，因为 AIT 有这个有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 人士，他们也有我相信他们也有参加这个安全的。规划了，但是在万军演习应该是特种部队了，应该是特种部队，就跟上次 Nancy Pelosi 来的，应该就是 GRU 吗 ？GRU 还是什么东西？我有点忘了，但没关系。既然这样讲，我们这一章也做一个结论啊，撤离演练本身是对的，是必要的，没有说不要演练，但问题从来不是该不该演，是演的时候摄影机为什么要在场，而在场你还把流程拍得这样零零落落。当一个保命科目变成一个摄影科目，它训练对象就从特勤跟宪兵变成晚间新闻的观众。那当局说本次演练圆满成功，你就要问他拿掉摄影机，拿掉交管，还能不能这样开？救不救得了？而且你总统，总统，太危机了，解放军要入侵，没关系，我慢慢走，我还要换衣服，这个就很好笑了。或许换衣服很快了，一秒就换了。那你没事干嘛换呢？那他要不要去上厕所？要不要吃个零食？我等下还想要叫咸酥鸡嘞。来，好，再来呢，又进到了第3篇，8月10号 ，Lunch is over, grab your rifles，这是 Ross 单独挂名主笔哦。那这是一部电影抓的，好像是二战的那个最后的，我们等一下再解释这个来源，因为方格跟经济学人一样，很爱引用那个电影名称跟里面的对白。好，不管，来8月9号就是我们昨天讲汉光也讲这个汉光伙食报道，炊事兵在大锅前炒菜，排流水线装便当，然后镜头给重点，而且现在的战术大背枪跟我以前不一样。他的枪口是朝下的，背上每个人都背着 T91步枪。TBS 很认真把这件事情当成亮点讲。那方律师，你在文章里面引用了一篇台湾网友留言哦，那这个他说的是真的很好笑。如果厨房离前线这么近，那应该取消，直接吃野战餐包。如果离前线几十公里远的厨房会被攻击的话，那应该是飞弹或者火炮。步枪有个屁用！背着3.2公斤步枪做菜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各位，我们昨天有讨论过。那你如果有当过兵，你也留言，你们当年的炊事班伙房兵会不会背枪？那我们再问 Ross 啊，你觉得国防部让媒体去拍这个画面，它的 KPI 到底要达成什么东西？这个很难说，因为像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国防部的确是有他的考量，然后要给我们看特定的画面。那这次邀请媒体来到厨房，第5战区的厨房看叫什么伙房兵嘛，叫伙房兵在做菜，背着步枪，那是很明显，这是国防部的 KPI，他们要媒体拍这个画面，因为连在 TVBS 的报告，除了拍到，记者也有特别强调，他又讲了。那我第一个反应是很明显，这个不是在前线那边，这是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哪一个？Hard to say，我有看到香炉它有可能是在一个某地征用的伙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 building 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在外面，不是在野外。我昨天很多网友以为我讲在野外，但是它本身同样北蓝。好，但你请继续。对，所以就是很明显，这个不是在演戏野外那边，不是在前线那边，
就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就像你刚刚年初来的那个网友的 observation， 因为那个网友说的很对了。那你离前线那么远的地方，很安全的地方，那你为什么要特别给我们派火方逮捕枪？那真是没有意义。你方格最讨厌便当了。他对便当非常非常歧视。对，我也是觉得那个因为对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真的没有吸引力。我要特别讲方格多么的对便当有多大的仇恨。那他说什么油腻软湿的蔬菜、白饭、加工肉品。就是香肠或骨头皮比肉多的鸡块，他那个是什么唐扬鸡？对，干我这样讲，肚子饿了，你知道我还没有吃晚餐呢，妈的！好，他说至少教招员离开平民生活几天，可以吃到跟平民生活里面最便宜的午餐同样等级的东西。那或许我猜，除了要给我们看火放兵逮捕枪这个画面，让我们很 impressed。他们对他们的除了做菜，也对他们的军事的obligation 跟任务也非常认真。做菜还逮捕枪，除了给我们看那个画面的之外，好像国防部要给我们看这个给教招兵的便当还好吃，对，还好吃。我跟你讲妈，这个在外面不到150块吃不到。好像国防部有这个目标，真的。而且我要这样讲，方格没有当过兵，这个便当我们在部队里面是吃不到的。它有鸡腿，有什么爆炒唐扬鸡。然后还有那个香肠，所以你有看菜很好，你有看 TVBS？ 不是你截图就他妈有那一张便当，而且还有网友特别拿那个便当出来讲，他说你他妈骗谁？我们根本吃不到这种东西，好不好？在部队当兵也吃不到，结果你出来演习还做特别好，在开玩笑是不是？我真的觉得演也真是演到太夸张了。后来我认为。国防部也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您刚刚提到的，第二天，有另外一个给媒体安排的场面是什么？就是在野外做菜的场面。有我知道，你有看过的那个是我要看叫什么军文社的报告了，是。火放兵在野外做菜，那好了，这个是比较中文怎么讲？实况嘛，实战 ，realistic， 比较 war game 里面模仿真实的。那所以我猜国防部也知道，原来那个作秀是不应该。那我是觉得报道那一篇的记者挫赛啊，妈的又挖洞给光。你说刘婷婷吗？就是因为这新闻出来非常负面，好不好？干每个当过兵人都他妈干翻天，而且我跟你讲，对岸网友先注意，以下这一段是针对你们讲的，因为对岸网友，我们这几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跟我吵，他说妈的，我们的教案里面就有，我们的火防兵就是大背枪在那边炒菜，然后还要那个伙食车呢，在那边山路上开，然后他在里面炒，1小时之内要给一整个营的人吃饭。他说你们这个教案没有错，等等，我要先讲，我特别为这个去研究。那解放军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于火防兵的要求是比一般兵还要强，也就是因为他们好像那个对应的自卫这个战役的时候啊，有7个火防兵守住了阵线，所以从那以后标准旧案就是要求火防兵能文能武，这个文能做满汉全席，武能上场杀敌，所以他们的要求是火防兵要比一般兵还要会打仗。可是问题是台湾不是这样啊，台湾火防兵的重点是要先会做菜，然后才能来加入火防兵。你不会做菜，你他妈的再会打仗都没有用。所以我告诉你，火防兵你去问那个郭正亮，他妈每一个火防兵都胖跟猪一样，早上4点起床，然后把那个早餐弄完之后，他们就直接去睡觉，睡，然后8点呢再坐着车去那个副供站、副食品供应站去采买啊，中间能不能多赚一点，或是跟那个老板的女儿
这个打情骂俏，这个我就不管了。那然后回来呢，又赶着炒中午的菜，炒完之后又睡午觉，睡完之后呢，再炒晚上的菜，炒完之后再睡晚上的觉，所以每一个都胖跟猪一样啊。这个其他不用讲，伙房兵一定是最胖的，他一定在那边，学长啊，让我吃一点吧。然后你们吃不到鸡腿，他一定优先吃，他自己还会留10几只鸡腿下来。当我们一个人一只鸡腿分不到的时候，他自己有得留，他自己还可以开小火，开小火什么，他就自己炒东西给自己吃。所以我们的伙房兵呢，是以胖、没有战力、没有体力、不参加一般训练著称的。你像妈妈背一个大背枪，背个3.2公斤的时候炒菜，我跟你讲，妈镜头一过，马上就丢到边边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枪插不完呐、Ross， 你有没有想过，我背着一把枪进厨房，那个油烟会附着在我的枪管呢、我到时候要擦枪、洗枪，他妈洗不完。而且他真的开过枪的时候，上面还有那个这个火药，他妈飘到锅里面的时候，是你吃我吃。所以我要讲，炊事兵呢，在台湾的模式是最胖、最软、最没有战力，因为他也不跟你跑步，他也不跟你做一般部队的起床什么瞎鸡巴讲都没有，所以你不能够拿来学解放军，因为解放军那个模式是很奇怪，就是他们特别要求伙房兵，所以我这边还要讲这个，就是他吃得好，但是因为这样子昼夜颠倒，睡的也不知道说多不多啦，他们都会找地方睡，可是就会变胖。还有一个专家跟我讲一个他很好奇的地方，就是军方安排媒体来拍这个画面，在这个厨房，其实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军营、哪一个 military base 的厨房的画面，就是伙房兵带步枪做菜，步枪到底有没有子弹？我认为没有。Then what's the point？ 因为如果这个是一个认真的演习，那怎么不给他们子弹？那因为他就是演给你看呐、你没有看到吗？告诉我第二天那个演，我跟你讲，而且台湾的炊事车就是一台车的那个东西、比解放军要小，所以解放军1个小时可以做900人份吧，但台湾做不了，大概200-300人份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的车又不够，所以就这样子。好啦，这个讲，我们是伙房兵跟那个火委去采买，所以就好，这不要扯多了。但是 Ross， 你用了1965年坦克大决战那个突出部之役的那一场戏，帮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样？因为有这个很有名的电影《坦克大决战》，对，《Battle of the Bulge》。突出部之役就是当年已经攻进纳粹德国了，结果纳粹军负隅顽抗，怎么打不进去？对 ，their last counter attack。那有一个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军官就是 Charles Bronson 演一个军官，然后他突然德军来了，然后他跑去一个厨房。然后他跟这些伙房兵说哪里的枪，然后这个伙房兵说我们是 chefs，然后 Charles Bronson 他说 lunch is over, get your rifles。就因为还是有优先顺序的，你不可能又要优先做菜嘛，又要打仗。那如果战况紧急，不要做菜去打仗；如果战况不紧急，你背个屁枪，好不好？这个 Bronson 他的意思是说，你首先。你是一个 soldier， 对，你是一个军人 ，You are soldier first， 对，你不是一个 chef， 对，你不能躲避这个打仗的责任，对，不能说我要做菜，对不对？但就倒霉在这里。好，所以我跟你讲，两岸的文化有很大的差距。你如果很爱看制胜的话，你就去看对岸的教案，但是我国是不适合这个教案，因为我们的炊事兵不会打啦。那我还没看到军文社第2集我回去要看，你把那个连结传给我吗？也就是他们发现哇塞啊，干那个
大杯枪在煮菜被大家笑翻天，所以又有了来。但是至少那是野外的，是，而且野外更合理啦，因为武装厨师我还再补充一下，战况真的很紧急，你要吃热菜的时候，不是大杯枪，是配手枪，这个胸背带跟腿背带放在那边，不影响你做菜，好不好？这个解释啦，那就我还是要讲哦，各位，你如果看那一张那个照片的话，他吃便当很好哦，我们平常是吃不到的。那顺带一提，郭正亮去采买，一般来讲可以贪很多钱，他有没有贪我不知道，就这个样子的，跟大家讲。好，我们要再讲下一章了。你要不要告诉我你最新写的那一篇是什么？因为我那个 Substack 那最新那一篇我今天出来的文章是有关桃园机场跟松山机场的演习。那个听起来很有趣，麻烦你说一下，我来跟你聊一聊。一样，国防部有他要给我们看的东西。那桃园机场是Abrams tanks， M1A2， 对T 构型，因为它后面是 T， 专门卖给台湾的。是很合理的价格，对不对？In a way， 因为 American tank get into the airport, it sounds not right。因为你在那边要达成什么目的？人家如果能够空机降了，然后你派个坦克去干嘛？我在文章中有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国防部要给我们看是这个新买的很贵的坦克可以保护桃园机场，这是他们要给我们看的画面。但是新闻媒体拍到的只有几辆而已，3辆4辆左右，不是10辆或20辆。也有云豹，也有云豹甲车，对，都在。其实应该要防空飞弹，都在跑道上，有给我们拍到，但是机场没有关闭了，所以媒体在拍他们演习的时候，你在远方的画面里面，你可以看到飞机起飞或降落了，对，所以机场是没有关闭。那我第一个反应是，如果有紧急状况的话，军方认为我们要赶快派坦克车到桃园机场，很急啊。那交通会塞车，因为那个传统上那边都塞车。大家不是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有讨论台北市的交通问题。那一样呢，如果真的是战争情况之下，坦克车真的能顺利的到桃园机场，除非你要把路上挡住你的车都碾过去，说实在，我非常怀疑。说实在，真的很难。那就问题来了。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那么重要的话，就是我的意思是，坦克车保护桃园机场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可能，那好吧，你就 permanently 进驻啊，对，一个连队在那边三辆嘛，3辆就有了。对，3辆不够，3辆不，但你只要一个连队呢，不然你要一个营，一个营可能就8到9辆。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呢？不是我好，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话，会开到那边。我们刚说会塞车啊。让我们讨论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坦克是陆战武器，对吧？它是在路面作战的。那请问你把它停在一个机场，你要保护桃园机场 from whom？ 要保护谁入侵谁占领呢？这部分也有点不清楚。他们是要保护。他们是跟谁交战？是跟飞来飞去的？打不到它没有这个功能吗？没有，不好意思哦，让你感到惊讶了。但是没有打到。那你意思是他们帝军已经掌握了一大堆人 equipment，都在卸下飞机了。对，那你就在跑道上跟他们决战。是这样的构想吗？这个想定很奇怪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是要问国防部。国防部就讲，因为我想不出来这个想定，就是如果对方已经空机降，分成2个部分。如果他是单纯跳伞，因为其实机场很适合跳伞，那么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你掉了也不会掉到坑里面或者什么。
这个降人，但是也可以降轻装装备，譬如说轻的反坦克炮或者是小的甲车。但是如果已经机降了，就是它那个运20，然后在你的跑道上已经降了，能够出来的就是主力坦克，那解放军100还是94吧，那个有意义。就是你在一个极微小的状况之下，人家已经全面占领了，然后你拿你的装甲车去打他的装甲车，他们要开到那边，如果他们没有进驻的话，要开到那边，有可能吗？不太可能。好，那所以你不是说有分两个啊？对，就一个是空降，就单纯跳伞，那你用装甲车跟他们打，但是要开到那边，但是要开到那边。那另外一个就是机降，就是飞机已经降落了，对方也有重火力的时候，就可以再讨论。所以这怎么讲呢？这个我也没办法，一时间没办法分辨，因为这个想定很奇妙。因为在把坦克开到机场展示自己的保卫能力，就要问：那你是要保护机场免受谁的入侵呢？你应该正常来讲是飞弹就合理。因为你根本不让它降落，你所有的空优它飞过去，我就把你打掉。那但是就别提了。好，所以那松基嘞，松基的演练是什么？松基的演练好像重点就是国防部要给我们看是相关单位有宪兵也有海军陆战队，他们保卫吗？还是保护复兴北路地下道？他们保卫那个地下道干什么？他们就是让我正常上班吗？他们是用相关的 equipment 要阻拦地下道，还有大的那个，所以还有大的那个台湾的 tour bus 就开进去，然后 park 横转。对，可是这个想定也很奇怪啦。这个乙一说到了刚接完勇者，他是那个产房的护理师，所以他应该刚接生的一个小孩。谢谢你这么勇敢。好，那我刚刚讲他们的防御呢，是在进入市区那一端，也就是在捷运中山国中站的那一端。对，你防那边是要干嘛？防止赖总统坐那个云豹甲车进市区吗？还是怎么样？那个想定很奇怪啊！你已经做判定，我很熟，他不会做复兴北路，对不对？我这边做40年了啊。那他不会走复兴北路，因为复兴北路的另外一边入口是大直跟大直桥。那如果你要从机场的话，他直接从机场这个松山机场的国门撞进来，他就已经进市区啦。你在那边打，他像这个演习是认为解放军会从大直开车往市区，包含松山机场，所以他好像他们认为解放军会走复兴北路地下道。哦，好，这个所以要想定太妙了。阻拦车的这个 blockade 就是那个拦阻的东西。对，好哦，这个想不通，但没关系，我们想不通就不谈了，因为之后我还要做一集专门检讨那个汉光演习，因为有很多想定非常奇怪。你会请来宾吗？没就自己讲吧，因为现在也没什么来宾啊，而且我在我家最方便，你知道，我就在我寝室弄。那我现在请个来宾，我要叫他坐我大腿上吗？这个有困难呐。好，我什么保护桃竹影园，那里是那个文华院呐。等等，不要瞎扯。来，那个 Elbridge Colby， 这个是我们很关切，然后方恩格也很想讲的一个人。那前面我们讨论是说那到底表演给谁看？那当然就是美国爸爸嘛，山姆大叔啊。那山姆大叔到底要什么？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最近的新闻8月10号，美国战争部政策次长Elbridge Colby， 这个是我认为他在国防部里面掌实权呐，就是那个赫格萨斯排长赫排呢。我认为是没有实权，他就负责被干，而且最近川普对他很不满意。好，我们先不管。他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的 Stratbase 智库演讲，那 AAT 台北办事处隔天呢，办事处隔天把金句做出大推。他说：“美国绝无脱离亚洲之意，我们正在进一步向下扎根，站稳脚步，以确保在这个最重要的地区维持有利的力量均衡。”好。有 AIT 很安心，那但是方律师在脸书上给了
3个完全不同的读法，那要请方律师说，美国的站稳是哪3件事情？我帮你整理出来，你可以照着衍生请讲。好，第一点是到目前为止啊，川普2.0不像川普1.0的最后2年，因为2019、2022年天天美国不管是白宫、司法部，最明显是国务院Pompeo国务卿。那个时候天天都骂中国，都批评中国，有一连串的针对中国的措施、制裁、企业黑名单等等的动作。那到目前为止，川普2.0是没有这样做的。那不排除以后川普2.0还会这样做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贸易或其他的议题，他就跟习近平很生气，就好朋友嘛。但是如果失去耐心的话，如果中国订单没有来等等，那或许会回到川普1.0的对中国的态度。但是目前没有，真的是没有。而且最近不管是战争部、国防部或国务院等等，都公开的说法有批评中国的。是有的，尤其是中国的海上的动作，但相对收敛了。南海或台湾的东岸，有批评，美国有批评，但是同时，美国很多单位也是公开强调，还是正在跟中国有保持顺畅的沟通，而且下个月就要川习会了，如果成型的话，那美国不管是战争部或其他单位强调，目前跟中国有顺畅的沟通，他们每次不会失去机会，批评前总统拜登，所以他们发新闻稿或在社区媒体强调，我们跟中国有沟通。比如说最近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长 Kash Patel 有访问中国，其实以前拜登执政的时候 ，Kash Patel 他在法轮功媒体大剧院有自己的节目，很多内容都是除了批评民主党之外，很多内容是骂中国。对，那他这一次去中国了，他就在社区媒体发文强调，我去访问我的对口，我忘了是哪一个部会的单位等等，他都Kash Patel也强调，我们谈得很愉快，有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啊。那这个跟拜登政府很不一样，拜登政府不知道怎么经营。这个有网友传了这个给我，给大家看一下。对，就是原来我们的机场摆拍是在干这事儿啊，就是把我们的战车跟货运机摆在一起。请问这个战术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真不懂。请继续。所以目前川普2.0是没有天天骂中国的态度，比较收敛，相对收敛。所以 Kobe 讲在美国印太地区站稳，那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的是，目前川普要跟中国要一些要 stability， 对，要稳定。对，这是第一点。那 Elbridge Kobe 一直很想要去大陆，又是怎么回事？是他想要去，还是怎么样呢？因为如果总统的想法，川普总统目前他的想法是我要跟中国有稳定的关系，所有的方面，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反毒要合作，我们要在跨国的犯罪等等诈欺集团等等都要合作，那这个也是有包含两国军方也有沟通，有定期的高层会议等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Kobe 认为这个也是在我的工作里面，对，就是应该是由我了，不是。如果是两方的军方有沟通，那应该是由他来实行。但因为他很鹰派啊，所以中方是觉得我现在没有必要让你来。
因为拜登执政的时候那10年，就是科比在外，就是政府他在外面了，那就一直批评啊，他真的是鹰派了。所以中国认为，如果我们要跟美国有这个正式的沟通，你过去一直骂我们，那对啊，我为什么要让你？对，那美国可不可以派别人当对口？对，不是很欢迎他。但是科比认为，如果总统川普要我们有正式的沟通，那就应该由他负责。对，那所以川普是的确认为整个亚太地区多买武器，那就算站稳喽。对，这个是我第二点了，就是川普的站稳是我focus 总是会在贸易那边，所以他要所有的亚太区国家要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所有的贸易障碍要降低了，对不对？不是啊，他都把我跟你讲，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新闻啊，他讲的是因为吸印这种这一类的那个团购啊，或者什么东西，美国取消那种小额邮包的免税之后，他索性他没有进美国的，索性就跑去别的地方了，连越南都不是，这个是好啊，这个都我们讲的很多说了，但的确我们要再花更多钱，要再买站稳。那第三个嘞？第三个是我认为在两岸议题上，美国川不管拜登，或如果2024年 Kamala Harris 当选，或现在川普2.0，美国根本不支持国民党在台湾执政，这个没有改变。但是川普在飞机上从北京回美国的时候，或者在北京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他也说得很清楚，他不希望因为某一个人要独立，对，某一个人，那就是赖总统，他总统非常明确，不希望两岸。因为台湾的动作、台湾的政策、台湾公布什么，比如说以后叫我们台湾不要叫我们中华民国之类的动作，开展了，川普不希望，非常非常反对。但是不要误会了，这个不等同美国希望国民党执政，不会。所以美国还是会给台湾一个对抗中国，抗中保台。美国虽然川普要稳定，但是同时还是会给民进党一个抗中保台的一个框架吗？有一个范围了。那这个范围今天多大，或下个月多大，或年底多大，这个不知道，因为这个是由川普决定了。但是还是会给台湾这个范围了。根本不会支持国民党赢得总统选举，这不可能。这个我也这样觉得啦。那但是所谓的赖总统要听话，那这个东西呢，以你的角度，这到底叫做 protection 还是 probation？ 这是保护呢，还是保护谁？这就美国对台湾啊，到底是对你做 probation 还是对你做 protection？ 那我觉得这个讲清楚很奇妙啊。川普不希望打仗，因为他根本不想派兵，或者不想被逼被逼着做选择。对，他不希望会发生了。对，所以我刚刚说的，他也不希望赖总统超越美国给他的范围。所以只要台湾执政者民进党听话，好了，你天天要抗中保台，那你说就好了。为了选举抗中保台，美国基本上是 OK。然后我叫你 sit， 你要 sit，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的意思说叫你坐稳嘛，你就要听话呀，不然对川普来讲是好工具，但是不好用的话就没有那个价值。所以当然，川普不希望，比如说
民进党来政府提什么修宪，不要做太敏感的动作就好了。好，这个简单这一章结论啊，是 ANT 把站稳脚步呢翻成安心丸，就你们放心。但方恩格直接把它翻回来说，是美国在这边要力量平衡，是亚洲盟友要付钱，是台湾要听话。当 AIT 说不用担心美国脱离亚洲的时候，你要问的不是美国走不走啊，是留下来的价目表是什么样子嘛？来，接下来要进第五个段落，就是8月的现象呢，是外国人排队教训国民党。但在我们进入这一题之前，我想要问，其实我今天跟一个长辈在聊天，我认为郑丽文呢见到习近平，大概是他生涯最高点。这个中共那边不知道是怎么判断的，这个我不管，我不懂。他能够跟习近平见面握手，一个败军之将，甚至没有可能会重返执政党来讲，郑丽文人生大概就这么高了。可是他为什么之后还要去美国，硬是被人家弄得很难堪？这一点我不懂，可不可以请 Ross 说明一下？你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是你人生已经达到高峰，你要去一个肯定不会对你好的地方，然后搞得自己一头一脸，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公开说，国民党主席不要去美国，都不理我了。先讲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希望他们不要去，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么多人不喜欢你，那你真的不会得到什么，而且除了得不到什么，有高风险了，就是 things could go wrong。这个是不是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第一个是你去，但是没有得到什么。那另外一个是 even worse， 对 even worse， 对，你去，第一你没有得到什么，而且 things went wrong。那这个对他的你刚说的声望 reputation 没有什么好处啊。那结果其实可以说是有很多事情是 go wrong。我说他actually really go wrong。那我这样讲，我先回应一下网友，你等下稍稍跟我们提一下，你觉得哪些事情不对劲，对他来讲反而是扣分？那荒力说只去对岸不去美，要被喷中共同路人。你去吗？火星人家都喷你中共同路人，你好不好？能不能够思考一下？妈，国民党这个单位就是每天都躺平，现在还在内斗。妈，一个被党的在立法院的多数选出来的国会议长，真的以为自己要站中立哦？操妈，笑死人！美国的多数党领袖难道真心是觉得自己要站在中立的立场？我党要求我要为国家好，没有好吧？去读书，他妈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你他妈哪个党的啦？笑死人！但我们不要多说，我这个东西就是让自己笑一笑。这个 majority leader 跟这个 Speaker of the House， 等等，我想要问，那个众院议长跟参院议长跟多数党领袖冲突的几率在美国高吗？冲突的意思是confrontation openly confrontation。 你说如果是同一个政党吗？是同一个政党啊。偶尔还是会有的，对啊。像目前的情况是Speaker Johnson 就是众议院的议长，算是越来越极右派。那参议院那边共和党的多数党党团领袖John Thune 参议员算是，虽然他是非常听川普，但是他还是算比较建制派的国会议员。对，所以在某些议题上跟 Johnson 还是有不同意见了。对，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啦，就是不同意见跟 openly confrontation， 我认为如果是同党的话，那就真的很少。但是有不合的地方还是会有。那当然，他可以不合，但是公开教训你。好，算了，我这个不要多讲。我认为这个很罕见。那他对政党政治本身是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好不好？就算了。那来，我们讲这个8月外国人排队教训国民党。为什么？因为
经济学人的专栏作家叫 David Rainey，8月11号发文骂台湾政客，说是一群表现极为糟糕的政客，出于可耻的私利，正使台湾的民主陷入瘫痪。中国是唯一的赢家，许多国家都有那种有毒的政客，而台湾政客有以不负责任而闻名。第二棒更直接。詹姆斯顿 Jamestown 的主席孟佩德 Peter Mattis 前 CIA 反情报分析师，直接在 X 上面 at 国民党账号。如果你们失去了经济学人、魏金生以及许多其他人，那么你们发展方向就是不健康的。过去1年，你们许多人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却至今未给出答案。这个 Ross 的反应呢，是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认为国民党要在乎经济学人或魏金生。”但是这个故事要我一定得罪他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说这个 Peter Mattis 这个 Jamestown 智库主席，他一定会对我非常不满。他如果有看到的话，好，来这个故事要好看，要倒带回今年5月，因为孟佩德自己3个月前才在台湾被政治操作这个害过一次。5月底的时候，孟佩德来台拜会朝野，媒体报道说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放鸟失约，舆论烧了好几天。结果5月29号，孟佩德本人在 X 上面发文，亲自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道歉，说整场媒体风波是愚蠢的民进党消息来源，a foolish DPP source。针对一个可以理解的行程安排错误搞出来的，并强调他跟国民党的交流很有建设性。他还特别声明 ，Jamestown 的角色是帮美国人理解盟友跟对手的观点，不是介入或偏袒他国内政。Ross， 你当时就评论过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说这种用字很少见，而且骂得很清楚。结果5月 ，Jamestown 说智库不介入他国内政；8月他 at 国民党说失去魏金生就是方向不健康。这2个孟佩德失去经济学人还有经济学人跟魏金生就方向不健，我都不知道魏金生现在干嘛了。这2个孟佩德哪一个才是 Jamestown 的官方立场？那次5月份，他的确跟民进党不满意，不开心，真的很不开心。但是也被狠狠的洗了一批版呐、我们民进党应该教会了，千万别得罪绿营呐。但是当然跟所有的华府智库是还是亲民进党，这是事实。当然没废话，你有钱抖内，然后你有照顾他，然后固定他在那个我们的美国那个双向园，routinely 都会招待，每个礼拜2的下午都会招待大家下午茶。我猜他那个时候虽然跟民进党很生气了，应该是可能是有一点后悔，他用那句话来解释他怎么会陷入那个，他的确是认为他被利用了，对，是民进党害他，但民进党已经教好他了，已经教育了他。Seems like it. I get educated. 那好了，所以 Jamestown 的官方立场到底是哪一个？我搞不清楚哎。他又呛国民党，然后又呛民进党，最后现在觉得国民党应该要怎么样？当然是站在民进党的立场，不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那好，我说这个智库了，当然不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了。所以今天他就贴文批评国民党，对，他转发《经济学人》的文章。但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认为国民党要在乎《经济学人》跟魏金生。对，为什么你会提这样子问题？哎呦，我们不是要帮国民党解释啊，只是 Jamestown 妈5月的时候还说我们不介入他国内政，然后到8月的时候就他妈直接干，你们国民党不行了。那这不是介入他国内政吗？我这样讲，如果今天有一个台湾智库的董事长 X 上面 at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说你们失去了某某报跟某某异议人士，方向就是不健康的，那华府会怎么看这个人？其实这个是经常有了，比如说欧洲学者批评川普对欧洲的相关政策，其实这个是经常有，所以人家说别国政治人物媒体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个是一个理念而已，但是实际上是happens every single day， 真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国民党是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像我刚刚就跟罗老师讨论啊，我是看不懂为什么郑丽文去过中国之后还要去美国。
如果他去，我那个时候说，我在文章也有写，我投诉媒体的文章也有写，如果他去美国主要目的是要见侨民，那是可以理解。比如说鼓励他们地方选举回来台湾投票，其实每次选举大家都媒体都有讨论多少人要回来台湾投他们的神圣一票，但是结果是真的飞回台湾为了投票人数真的不多。对啊，你不能通讯投票，你就不要幻想。不管是从大陆回来，或从美国或其他地方东南亚飞回。很少人愿意花这笔钱飞回台湾投票，你又不帮他出钱，真的不多了。但是如果整理人去美国主要目的是鼓励海外选民回来投票，可以理解。如果他去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向他们募款，也可以理解。我也有参加过像美国的侨民募款的活动，所以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他回国开记者会的时候，他直接说我们这次没有募款。Seriously？ 他去美国跑了一趟之后没有募款、他说的他我一直以为他最大收获就是募款、如果没记错，他6月16号星期二回国，然后第二天在中常委的时候有接受访问，有开记者会，有讨论的。他说的，他亲自说我们这次没有募款。你去美国就是为了要钱啊嘛，就当乞丐啦。然后美国侨民很有钱的，结果你就让大家吃吃饭就走了。好哦，这个那如果所以让回到重点，那如果你认为你去美国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美国的智库学者、国会议员、川普政府，不管是国务院、有效合理啊。合理。如果你认为你去美国是说服他们对国民党 nice 一点，那真的是达不到的目标。而且实际上也没达到，就是你当时就说达不到，现在也没达到。除了没有达到，是可以说是有一些负面的，就是扣分而已啊，纯扣分啊。那没有看到有任何建树啊。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很荒谬的地方是，3个月内同一批外国意见领袖先被绿营消息人士当工具人，然后再回头当蓝营的教官。那台湾的政治变成外国专栏的作文题目了，因为那个家伙 Economist 的 Rennie， 我忘了他名字了 ，Rennie David Rennie。David Rennie， 他的立场，你仔细去看《经济学人》那一篇，100%就是有人喂他资料，因为它里面有一段说这个国民党为什么不通过无人机呢？他说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有问国民党这件事情，国民党说那我有建造很多，我有开放台湾本身无人机的预算，结果另外一个消息人士跟他讲，我跟你讲你不要多想，这个国民党的相关有国的产业呢，都怕中国，所以他们不敢做。还有他说如果就是他这个让你这个专栏作家，他提到国民党人士没有点名啊。对，他说国民党人士有跟他说，台湾本国的无人机公司都侵略的。那我们干嘛开预算给他们 ？What kind of fucking stupid retard will talk like that？ 什么样子的妈智障跟一个外国来访问的记者说这白痴话？干这种东西吗？真的是应该丢到垃圾桶里面。而且他有quote来源，那我那如果国民党人是真的这样讲的话，那主席唯一的选择抓人了。对啊，看是谁讲的啊？谁讲的？怎么能够代表国民党？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是不是在讨论？但是什么样的白痴啊？我大概知道是谁啊。你要点名吗？我没有点名，但是即便我们讨论过，你为什么不点名 ？Who's not qualified? Because he's got a really big mouth and without any thinking before he say anything 算了，没事，我们不要说是谁。好了，我这样讲啊，
外国友人的关心从来不是免费的，他自己带议程啊。5月孟佩德被放鸟的时候，没有人替他喊冤，是为了台湾民主啊。8月他教训国民党的时候，也没有人转发他是为了台湾民主，是直接讲国民党被痛干。那每一次转发都是在替自己的内战争外援，争外援哦，你将来有一天是要还的。David Rennie， 我这样讲，因为我很常看《经济学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David Rennie 他做的事情奇妙的地方在于 ，Telegram 是《经济学人》的一篇一个政治专栏。那这个政治专栏的，他讲 Telegram 不是那个 app 啊？对，不是，是他们内部有一个叫做 Telegram 的专栏。那其他还有什么 Lexington 啊，或者是茶馆啊，或者是印度有什么东西？好，我先不管。通常里面的人会换来换去，不是 always 同一个人写这个专栏。所以 David Rennie 自己跳出来讲，这我写的，很奇怪。你像我一样看了几十期的《经济学人》，我可以告诉你。里面不能够透露自己是谁，他都会讲 your columnist， 你的your reporter，your respondent， 就是经济学人以前是这个做法，但是他们最近有改了，对，他们最近改了，对，所以很多文章譬如说什么国家当地的经济政治的新闻，现在有出现。记者名字会出现，好的，不管了，我先这样讲。但是我以前 new policy 对，好，这个刘冠超不要乱留，什么 Telegram 好看，干你一定又是去那个卖什么东西。那今天这 Rennie 他这个专栏有稍微批评赖总统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做比较的话是98%是批评国民党，对，民众党名字没有提，有提在野联盟，但是民众党这个名字，民众党我不知道他们觉得很伤心还是很高兴，随便，因为他们没有被点名啊。有一点点批评赖清德的地方是，他说赖清德有点中文怎么讲？作者stubborn 就是顽固，对，顽固的。他说赖总统还是顽固的，然后他做比较，他比较赖总统跟蔡英文前总统，他写至少蔡总统执政的时候，还是会跟国民党文和派人士沟通，对，但是蔡总统真的有这样做吗？至少会演一下，演给外国媒体看。而且我觉得很妙，算了，我不要多做评论。那个时候，民进党是联合执政，对不对？立法院是有多少60多席次了，国民党没有什么，国民党是完全没有什么国会完全没有什么势力。那蔡英文为什么要跟他们沟通？对啊，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没办法。那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那一篇的分析呢，大概就是单一来源。民进党来源，然后国民党有一些白痴跟他瞎鸡巴讲。我相信今天不管是在总统府、外交部，开心，真的很开心。对，因为嘛，这个整个汉光演习不太撑得住的时候，就要靠这个外援。所以不知道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Rennie 是他的民进党来政府的沟通的联络窗口是谁？不知道是。外交部长，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外交部长的英文很差的。是你说的，不是是我说的。那或许是前外交部长。但是他英文也就是还好而已。我觉得 maybe someone 那个国防部次长吧，那个家伙啊，有一次对我忘了他名字，我什么人名字都忘记了。方格要不是每天纠正我那个名字怎么念。我也会忘记徐思俭呐，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但我不要多说了，就这样子。好，来，我们接下来进外交篇了。印尼吴钊燮的照片跟盛文生的拜访。来，第一件事情呢，印尼8月11号，中国大陆国防部宣布，共军与印尼海军8月中旬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陆委会当晚严正谴责，说这是侵犯我国家主权、威胁区域安全的挑衅行为。那好了，那方律师列了一篇清单，说，你喜欢这个，其实印尼喜欢收投资
然后印劳会汇款回去，然后我们还要收奖学金，一边派海军陪共军到台湾加密孔演习。那雅加达 Jakarta 的算盘到底是怎么打的？那台湾的价值对东南亚国家到底是怎么样？印尼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一模一样了，或许菲律宾最近变得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一路以来，他们很欢迎台湾的钱。那当然，谁欢迎钱呢？我也欢迎大家的钱，很欢迎台商来投资，欢迎给他们外劳工作机会。印尼目前30万人在台湾工作了，奖学金给他们的学生也非常欢迎啊。但是其他议题上，如果跟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澳洲做比较的话，东南亚国家从来不为台湾发任何声音，不会发声。譬如说联合国，他也不会讲话。联合国不可能是联合国，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国家、加拿大、澳洲、日本都会公开说让台湾有实质参与权啦，没有说要让台湾当会员，正式会员，但是至少他们会提这个东西让台湾有实质参与权或机会了。那 CPTPP。台湾已经很多年公开说让我加入了，没有让我加入。那请问到目前为止，哪一个 CPTPP 的东南亚会员国公开说我们支持台湾加入了？没有，不好意思，没有。而且就算有一个同意，也要所有人共识都同意才行，所以基本上过不了。对，然后部分东南亚国家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或者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则的官方立场，部分真的是对台湾相当不友善，对，真的不友善，不像比如说不要讲美国了加拿大，这样会说我们不是一中政策。对，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中原则，我们是一中政策。那我们的一中政策不是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我们还是会跟台湾有各式各样的合作，不管是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公园等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这样，甚至偶尔，比如说拜访中国或总理，拜访双方互相交往，他们的共同声明的时候讨论两岸议题，基本上就是配合中国的写法。那当然了，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对，或者我们反对台独，比如说新加坡他们会黑白字说，对，就是在共同声明会黑白说我们反对台独。这个他讲的比较直接，让台湾政府来政府，以前蔡政府，更早陈水扁政府非常非常不爽。这不爽又怎么样？人家不理你我刚刚说有一些国家，他们会黑白字说，我们有一中原则，我们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会这样，讲部分会，所以就我就是这样回答你的问题。那东南亚国家只是在南海跟中国有主权争议了，这个不等同在两岸议题上他们会站在台湾这边。真的别想，而且我坦白讲，这个真正的问题呢，是在于人家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不一样，他口头说一说，跟外交利益跟市场不一样，所以台湾也不要那么瞎讲。我跟你讲，外交部今天不知道民视还是三立还讲说中共糗啦，这个印尼没有要演习，结果搞了半天，印尼就是有啊。这个所谓的演戏到底是什么形式？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大陆官媒
不会给太多细节啊。我相信印尼也不想公开太多细节。那假设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演习了，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 drill。比如说他们你的船我的船，我们一起航行几个小时了，我们就有一个模拟一个 rescue 之类的动作了。那或许是这么小型的合作了。不是2-3天的，也没有差别，演习也没有开火之类的动作了。但是重点，而且让台湾非常非常不满，是印尼还是在台湾的怎么讲东亚的好朋友吗？不是东岸的，就海外台湾的东岸的海外。做这个对，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海域里面啊。对，那所以印尼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中国传到印尼去，然后他们进行一个演习了，不管是什么形式，比如说 sea rescue 或防空或反 piracy、anti-piracy 之类的，那台湾就不会说话。那因为这个是 near Taiwan，那台湾就觉得。真的是不给台湾任何一点面子，我说印尼了，那就让台湾非常非常不满。但是如果你看昨天晚上陆委会炮轰的对象，都是中国，不是印尼。对啊，反正就像陆委会只能炮轰中国嘛，这除了炮轰中国在还能办什么事嘛？来，但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在 X 上面发文庆祝父亲节，实际上全世界都不知道台湾在干嘛，因为只有台湾是8月8号父亲节，他贴了总统府跟国安会 Family Day 家庭日的活动照，那工作人员跟小孩脸清清楚楚。方律师觉得，这什么状况啊？这个如果美国 NSC 或 CIA 主管贴了这个。全部家庭日的所有工作人员的照片的话，这个没有用马赛克，没有马赛克你自己去看，我不知道他现在删了没，但是超清楚的。这个在美方的，如果删掉没关系，我有备份，你有保留，我就知道你很坏。来，所以这个在美国的 OPSEC 这个 Operation Security 作战保密的标准下，会是什么等级的事故？我讲几个重点。吴钊燮他在他的文章写，这个是我们总统府跟国安会，对，就是都机密单位算机密单位活动了，所以他写得很清楚，就是他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很温馨，总统府幕僚跟国安会幕僚的家庭的活动，对。然后有很多人的照片。好，那假设吴钊燮没有说谎，真的是总统府跟国安会的家庭活动，Family Day， 还有出现在这张照片的人是真的是在总统府跟国安会工作，还有你除了他们。员工之外，也有配偶，因为就是 Family Day， 还有小孩啊，你不觉得有一点危险吗？我不要说有点危险，实际上很危险，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开源情报分析师嘛，那我的工作就分析 open source information。如果他没有说谎，那我们假设 he's telling the truth， 好了，对，那就等同，因为他自己说的这个活动是。总统府跟公安会的人士的活动，那就等同照片其中几位，是公安会人士了。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放他们照片在？如果你要分享总统府有这个活动的话，你就分享蛋糕好了。对啊，或者是拍大家背面嘛之类的，没有脸孔可以辨识看，或者邀请函。之类的公告，就是内部应该有公告。我们某某日要有这个，应该有一个很可爱的公告。那就好啦，用画图嘛，漫画、动画这个样子。那就说我们总统府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连在爸爸节我们有这个 Family Day 的活动，其实有很多选择。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在你的 post
有画面的话，有很多损失。那为什么不是一张，是2-3张的员工的画面、面孔都？而且现在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他们不是常常警告中国有这个你刚刚说什么天网？你刚说肉搜的，你不是常常说中国有这个肉搜的能力吗？而且是非常非常强。我觉得这个你根本可能不知道泄露光会如何。操你妈！我知道你是谁，在哪里，你在哪里上班，你在哪里工作，这是情报单位的内容然后你说又如何？没有如何啦，那就表示你很白痴，你不知道任何情报都可以拿来对付你，好不好？你如果蠢，那你回去读书，我就不用再讲。那情报单位又如何？那你个资泄露又如何呢？我是不是可以骗你？我是不是会打给你？方先生，我知道你在哪边工作，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特别的贷款。拜托，我可以要挟你的家人，我可以渗透你的整个状况，好不好？我不需要贷款。没关系，可以给我一个我就中国给你3亿，仙人跳了。好，先不要。好，我再继续这样讲。我们接下来已经快结束了，今天要开开心心的这个讲，先讲长崎。8月9号，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长崎市政府把台湾代表的座位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驻日代表李义祥跟2位公使拒绝出席，抗议矮化降级，改由福冈办事处处长代表参加。李义阳自己写新闻稿给台日媒体讲很重，他说长崎市政府态度轻中，去年忍辱出席，今年由我国会力争1年仍无果。这先停一下，81年的前的长崎原爆，台湾人还真有受害者。因为当时有人在那边工作，有人在那边当医生，所以真有这回事。你不要说硬参加很奇怪，可以在受害者那个领域有逻辑的。但我们要问的是操作这个方律师的贴文补了2刀说第一刀，因为不能做外国使节的座位区，驻日代表李义阳很生气，民进党人是要继续挺日本料理吗？我吃干贝，我吃这个尾鱼。那第2刀更毒。活动前怎么没招石板民夫帮忙呢？我们先问一下 Ross 怎么样？这件事情是如何？很明显，台湾政府包含驻日代表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失望。应该不应该讲生气了？对，但是很失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激动。是怎么样？你要惩罚长崎吗？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民进党来政府花这么大的力气，表达我们对日本多友善，他们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最近没有熊本地震，台湾捐那么多钱，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地震，台湾政府还是会有这个态度跟想法。对，他们会说我们本来就非常非常挺日了，对不对？那加上最近熊本地震，那台湾第一时间贴文捐款等等，所以台湾政府认为，我们不管是跟日本的中央政府的交流，或者跟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的不管是台湾地方政府县市长访日。区议员、县市议员访日，或者他们日本那边的地方政府的首长、议员访问台湾，非常非常平常。很长，很正常嘛。所以台湾政府应该是认为我们花这么大的力量经营台日关系，怎么会没让我们坐在这个外国使节区？对，使节区啊，对，就不是啊，你不是外国使节啊。日本外务省，我在那边特别要强调，好几个日本的网友跟日本人跟我讲，他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外务省里面就不认同你的驻日代表是外交人员，所以你不会坐在那边啊。但是 Hiroshima 的纪念活动。是让台湾代表坐在，那是地方政府的安排。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但是对我两边都理解。但是对台湾的台湾政府包含驻日代表的，从他们角度来看，他们认为，
我为什么可以在 Hiroshima 坐在大市区，但是Nagasaki 不让我去问广岛啊 ，Nagasaki 是照着外务省给的名单，就像这样讲，你去看高市早苗，他每一次的感谢台湾都是摆在巴勒斯坦后面，那严格来讲是在组织区跟地区区中间，因为外务省是这样排的。还有一件事情啊，为什么等到当天才说的？你之前就知道了。如果驻日代表跟代表处人士早知道，他们应该早知道啊，你不能坐在对啊，不给，因为他们有发 pass 给他们参加，但是他们的位置不是在大市区。去年就这样子。那如果你早知道的话，那你为什么没有提早谴责发完？为什么没有前几天？那你为什么等到活动那个时候？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我觉得我不理解，就是你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因为如果说你要骂长期亲中，那就长期的问题了。结果又跟我在那边讲说什么中国操作，中国没有怎么操作啊？这个顺带一提，各位记得赶快按赞啊！那这个讲到这边，我真的觉得实在你不能，那不然石板民夫要帮忙嘛？那石板民夫为什么没帮忙呢？他不是说他跟首相府，他说大家到此为止。那依据我跟首相府的关系，我有特别问过，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发生之后，石板民夫他贴文又要道歉了。其实没有道歉，他批评地方政府，他说真的是很亲中的地方政府。但也不是这样子啊，人家可以有选择，拿的资料是拿哪一边，那这个没有什么。但是说实在，代表不能做大市区，真的对台日关系有实质的影响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啊，完全，因为你还有人要抵制长期，因为你重要的对口还是中央政府啊，对啊，是塔卡伊奇沙奈的政府，不是地方政府啊。但是塔卡伊奇沙奈还是把你排在巴勒斯坦后面呐、你有种去抗议高市早苗，你不敢嘛？所以你还是不要那么在意了，真的。那我觉得。我只是看不懂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就请石板民夫多做啦。我赶快念一下斗内啊，我刚这个忘了念斗内。山仔医生说小斗支持方格，下次再来做。Kevin 1.618说犹太比我们有钱，斗的人少很合理，应该方格帅一波再打个8折给朱大吧。CCL 说今天应该给律师一个尊重，因为方格。David 徐说我不相信他会去衡山指挥所，因为实际上内湖大直地区唯有无坚不摧防护罩的只有 AIT。然后跟美语老师撤离，去第三地成立临时政府处理尾款事宜。入7094说小支持 ，OWTS 9999说补个目标。乙一说到了刚接完勇者，现在能投胎来台湾的很勇敢的。柯和峰说赶上直播，欢迎水龙信方恩格律师莅临。今天没下雨哦。坏掉龙酒说超哥斗内方律师 FB 的风格越来越像我们老年活动室的大爷们，上至大总统，下至垃圾桶都能管。所以怎么看 WNBA 目前选秀问题才抖75块，妈不要理他，而且。他才跟沈博阳见过面，然后就要参加 WNBA 了。来，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有说他会不会我说 freedom？对啊 ，freedom 怎么样？他会不会批评台湾民进党政府对跨性别的很包容的态度？不知道他会不会批评？对，好，那所以我们再继续讲。邦蓝色旋风说 ，Russ 10份惊涛克星，笑死抖一个支持。他每次都拿他们来开刀。Sylvia Chang 说到了 ，Snow 上谢谢你的抖内，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这个各位一直敲碗的都会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疫苗的部分我们会提了，好不好？那为什么？因为当初石板民夫有道歉说啊。我是驻台日媒记者，却未成功影响日本政府对高端政策公开道歉。好啦，那是他要道歉，没关系，好不好？那所以我们先把这几件事情叠起来看啊。一个日本记者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台湾的疫苗影响日本政府，影响失败还要道歉。那台湾的驻日代表的长期争一个座位，争2年争不到，代理人的热情跟主权待遇成反比啊。
然后我要特别讲，以方恩格的角度，他有贴疫苗的讨论。那如果一切没问题的话，后天8月14号我们会讲毒油门跟慈济的 BNT 案。那所以他讲的东西呢，我们在那一天还会再检验一下，但没关系。方恩格贴文比较了当时新加坡跟以色列，以方恩格律师看合约时序的眼光，2020年台湾政府跟国际厂商签采购合约的动作，客观上到底是快还是慢？那慢是在哪个环节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动作比较慢，所以这个叫什么刺激吧，被骗，慈济被骗，刺激被骗，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媒体都一直要写美女律师，他讲的怎么样？他讲不怎么样啊？哦，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讲的怎么样。根本不是重点了啊！是，重点是他骗钱了。他是一个犯罪律师，为什么一直要写啊 ？Anyway，因为这个新闻爆出之后了，就让很多人重新对疫苗的时间表、购买细节等等啊，重新吵架了。5年6年的 argument 还没有结束了，所以就开始有很多有政党彩色人士，不管是亲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重新炒这个议题了。那很多人就批评说他们的立场，如果我了解他们的立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新提这件事情？他们要表达的立场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对，不需要买 BNT， 我们高端就够了就好了。这些人那个时候，这些人都一直说一定要买 BNT， 一定要买中国制造的 BNT， 甚至要通过第三方刺激，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等等，所以这些人都现在出来说，我们那个时候说的对，你们那个时候说一定要买 BNT， 你看最后的结果是自己被骗钱了，对，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就开始炒这个议题。那我如果大家看我的文章，我没有批评高端，虽然我自己没有打，我没有打高端，我是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打AZ，重点是2020年的第2季、第3季，因为疫情是1月份爆发了，那在第2季跟第3季那个时候，很多国家开始跟国际疫苗厂商讨论合约，甚至签下合约，拨款，主动拨款给厂商。台湾没有，台湾动作真的是比较慢了。而且我一直强调，看这个过程，你要跟可比的国家进行讨论，尺寸差不多。比如说新加坡、南以色列人口或者财务能力等等，或者内部的，就是政府的对科学医疗的能力，这些国家都这方面非常强。不管是以色列、南韩、新加坡、台湾，公共卫生单位、人才，其实都是有了，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科技、医疗都非常厉害啊。那个时候，可比的国家动作的确是比台湾快很多。那到底为什么台湾为什么动作到底是比较慢？那目前就是最近几天一直吵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是把 focus 放在我们那个时候说高端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坏人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买 BNT？
一定要卖中国的片，所以他们一直把 focus 那就不是中国的 BNT 啊！现在时代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拿那个旧东西在骗人，什么中国分装啦、深圳分装啦，在中国重弄啦，而且他们一直强调，后来高端第二、第三、第二、第三的这个临床实验都通过了，也没有啊，其实没有啊。WHO 认可，干就没有啊，那个用免疫桥接是什么鬼？我当年背很清楚免疫桥接是 A 等于 B， 所以 B 等于 C。因为他们要攻击就是批评的，批评的人士、专家等等。但是我认为你要强调高端多好是好，你家的事，你继续强调。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回答我提的 questions，他们就优先攻击认知作战亲中。那方恩格律师的原文叫做：提这个历史或过程不是认知作战或亲中，不谈这个历史或过程也会让台湾人民误判嘛。我说这个历史跟过程就是在2020年的我刚刚说的第2季跟第3季，那个时候新加坡、南韩、以色列还有部分的其他的欧洲等等国家动作很快，对，开始跟 Moderna、AZ 进行讨论、签约、对，拨款，那就导致疫苗出来的时候，they're at the front of the list。对，他们排在很前面。对，台湾是因为台湾动作比较慢，排在后面。那到底为什么台湾的动作比较慢？人家要说台湾没有能力吗？什么意思？台湾没有能力跟国际厂商讨论合约吗？台湾没有财富能力吗？也都有啊，我们有钱。那为什么台湾动作比较慢？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没有，因为这个不合理啊。那好，那为什么台湾的动作比较慢？因为我们有别的想法 ，hidden agenda， 隐藏的目的，就是所以才会比较慢。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国产疫苗，对，我们会有国产疫苗，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快跟国际厂商签约或拨款给他们。那所以你硬要把 BNT 扯上中国资本啊，那这个不是人家提早投资了嘛？那现在又来洗。这一章做一个简单结论我们下一章就结束了。长期的作为跟疫苗的时序是同一题，当面子要由代理人去争，历史由标签来守的时候，真正该被回答的问题就永远轮不到上桌了啦。那简单说，我们最后一块拼图现在要来了。8月11号，马斯克在 X 发文 ：“China is awesome. I strongly encourage people to visit.” 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220万次浏览。各位，你先别急着笑。方律师的贴文把3个事实排在一起。第一个，马斯克曾经2次公开说台湾该接受特别行政区模式，与中国大陆统一。第二，台湾照样买特斯拉，不敢抵制，对不对？第三，民进党政府正在考虑让新店以独资方式来台营业。方律师把这3个摆在一起，真奇怪啊！妈，台湾人怎么这么软脚虾？你这时候不敢挺身抗争了吧？一个2次主张把你变成特别行政区的人，台湾一边付钱买他车，一边打算把暂时最关键的卫星命脉交到他手上，请问这个是务实呢，还是失意呀？我也不晓得。第一次加上第2次说台湾要接受特别行政区模式。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没有用一国两制这个说法，他是说要接受特别行政区的arrangement 之类的言语。为什么还买他的车？照说应该抵制一下吧，这些台派应该抵制，但我知道很多台派买应该要抵制了，对啊，买 Tesla 可是很开心，好不好？来，申博阳有开 Tesla 吗？他之前有买哦，不是开玩笑的哦。他之前真有买，不知道是买1台还是买2台。所以简单的来说 ，Musk 他对台湾算是不友善，因为他用这个说法，要台湾接受basically 是一国两制了。那这个目前不是台湾
主流意见了。但是 Musk 已经2次在接受媒体访问这样讲了。那这次他强调中国是 awesome， 那我真的是很 surprise， 没有大批的台湾人批评他。没有，所以我就是站在第三方的一个观察者的立场看这件事情。你没有判断啊，因为 Elon Musk 本来就相对轻松啊。这一篇好像是在他妈的 X 下面补的，就他妈在上海嘛，所以对他常去中国，他在中国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开心呐，很开心。那他弟在陕西开枪，干，你不要妈拿那个网络梗来讲。好了，简单我要做结论了。今天我们从一颗泡芙讲到一颗卫星，全部都是同一个结构。真相是汉光演习的泡芙，镜头前的撤离，背步枪的便当，做给山姆大叔看的啦。山姆大叔的站稳脚步，美国爸爸的站稳脚步是做给国会跟盟友的钱包看。外国专栏跟智库的训话，做给各自的 agenda、各自的想法看。印尼的奖学金笑脸，做给投资账户看。每一层都在表演，每一层的观众都不是台湾，但数据告诉我们是表演不会改变参数哦。共军跟印尼海军照样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那就在这个月中。你不管再怎么宣传说什么啊，中共丢脸了，印尼海军否认，印尼海军说这是我们的例行的操演，那难道他有否认有这件事情吗？没有。那高端的借期销毁数字呢，不会因为标签而消失。你打方恩格，它还是销毁了嘛？那这样有没有浪费？你自己解释。圆山指挥所的地道长度也不会因为摄影机在而多1公尺。问题是，等价交换的地方在哪里？你要让美国站稳，账单是军购，贸易让步，加上赖校长要听话。你要新南向，账单是钱照付，面子另计。你要新练，账单是要把开关交给一个推荐你去中国观光的人。这些账单没有一张是隐藏，它通通都是公开的，只是没有人会做图卡强调。所以今天最后一题，这是唯一的是非题。你在台北20几年，看过6任总统的经验，台湾现在最大的风险是共军的演习，还是自己人的表演不是共军的演习了，是共军真的会打过来。这个还是台湾最大的风险。对，那所以我们在表演，你只是在应付，但是人家真要打的时候，应付是比不上真枪实弹的。那所以各位在听直播的各位，泡芙很好吃，图卡很好看，重量级人物也正会来，但那个重量级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战场不收门票啊，他只收你有没有准备。你每花1分钟表演给别人看，你都是从你自己真正的备战时间里面扣的，这一个账没有人会替台湾付啦。我是朱璇，我旁边是方恩格，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后天8月14号，我们会聊这个台湾的毒幼问题，加上慈济的 BNT， 我们不见不散。最后要投票了，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个讲得好，然后方恩格也表现得很好的话，请按1；如果你觉得这个讲得好，但方恩格表现不好的话，请按2；如果你觉得2个人都表现不好的话，请按3，好不好？这个 Kimi 吴说抖一个给达瑞杀手 AKA 沈富雄口中的败类方 Rose 一杯饮料。今天阿亮在节目大骂韩国瑜，国民党真的是不知道要躺到什么时候。然后刚 TL 也好心一下子补足了方恩格下次还要来的通告费。那于伟文谢谢你的抖内， TLTW 也抖内， Snow 上也谢谢你的抖内。那我觉得啦，不是那个郭正亮要骂韩国瑜，而是一个党把自己的内斗拿出来，你要不要去跟民进党学一学，好不好？你要不要去跟民进党学一学？今天晚上子时鬼门开哦，好不好？这个各位记得按赞，今天的流量还不错。Pan In 说边运动边听朱大说，好啦，那农历7月是吉祥月，就是这样子，两个秃子互骂，我们也觉得搞不清楚，因为两个都光头啊，一个韩国瑜，一个郭正亮，好不好？那今天就这样子讲啦，那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是几号啊？813。明天我们会讲空军节的故事。明天是重要的日子哦。什么重要日子？有你生日是吧 ？Half 生日。Half 生日。对，因为我生日是2月13号，所以过半年了。对，明天是 Half birthday。OK， 没想到有人在过这个。好了，那就每年我父母都会寄卡片给我。真的，你爸妈这么疼惜你。好啦，谢谢大家，也谢谢方恩格的
帮忙，那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跟大家说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